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怎么样给这款马自达3做8000公里的保养。那么8000公里呢，基本上是一种最常规的一种保养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有2个工作我要完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调换轮胎，然后呢就是换机油。这个呢是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。有千斤顶，有机油盘，纸和这种1/2英寸的这个 wrench， 还有机油，还有手套。好，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就是，先把轮胎的 nuts 把它松开，因为一旦把这个车架起来以后呢，你松 nuts 的时候，它车轮胎就会动，这样呢就不好做这个工作了。好，现在这个轮胎的 nuts 已经松掉了，这样呢就可以用千斤顶把车子给架起来。这个如何安全的把车子架起来呢？我以前做过一个 video， 如果大家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，请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。好了，现在这个车子已经架起来了，可以用手推一下，看看它是不是非常的稳。这个呢还是比较稳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做轮胎的调换。这个轮胎的调换呢，上网上搜索一下呢，有2种方式。一种呢叫 front wheel drive，front wheel drive， 像这个车就是 front wheel drive。那么它调换的方式是前轮调到后轮，然后后轮呢调到对角线的前轮，是这种方式。那么还有一种呢叫 four wheel drive， 是后轮调到前轮，然后前轮调到对角线的后轮。但是我上一次 rotate 轮胎的时候呢，我做的实际上是 four wheel drive 的方式，是后轮调到前轮，然后前轮调到对角线的后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 rotate 轮胎还是要follow 这样的一个模式，因为如果我换成这种前轮驱动的调轮胎的模式的话，那就等于把这个轮胎又调回去了。所以，当然了，我不知道这2种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我非常感谢。好，现在4个轮胎已经完全卸下来了。那么，在 rotate 轮胎之前呢，我会做一个检查，看看这个轮胎的状况怎么样。一般这种小石子儿呢，我就把它取出来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一个破损。这个大概是碰到路牙子了，或者是碰到我车库里面的铲雪机，把这个侧面刮坏了。基本上这个轮胎呢，在这2条线中间的位置，如果有洞啊破损的话，破损不超过6毫米是可以补的。但是这个位置是轮胎壁，这个没有办法补。但这个轮胎目前呢还可以用，没有漏气。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潜在的风险。虽然这个轮胎还很新，开了不到2万公里，但是很可能呢，因为这个，我就要去轮胎店去考虑换一个轮胎了。这个非常可惜，但是也没办法。现在刚刚开春，天气还有点冷。如果是暖和一点的话，其实这个轮胎一般我 rotate 的时候还会把它清洗一下。但是今天这一步就省掉了。
上紧这个 nuts 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沿着对角线的方向，这个先上紧，然后呢可以紧这个，然后呢可以上这个。这个在把这个车降下来之前，要把这个 nuts 上的比较紧，确保呢这个轮胎和这个 rotor 之间没有缝隙。因为一旦这个车降下来以后呢，这个轮胎就会接触到地面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它有缝隙的话，你再上紧就很难把它再压进去了。这个轮胎呢，基本上就 rotate 完了。然后下面的一个工作就是换油。换油呢，这个 Mazda 的 menu 呢是推荐呢每8000公里换一次油，然后调一下轮胎。但这个东西呢，也不是说是必须是这样，大概就给你一个标准吧，大概8000公里。你可以早一点，也可以晚一点，9000公里、10000公里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么我这个车呢是开了不到8000公里，因为现在有时间，我就把它换掉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前盖打开。好，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机油的状况。确实有点脏了，但是也不算太脏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机油盖把它打开，因为这个如果不打开的话呢，你这个油流不出来。机油呢，我用的是这种在 local 很容易买到的 Panasonic Oil， 这个是 Platinum 100%的合成油，0W20，在这个机油盖上有指示。有人会说这个不是原厂的配件和油，所有的制造商，他们都是制造商，他们都不生产机油，他们所有的所谓原厂的油，只不过是从机油的制造商那里订过来，有的贴上他们自己的牌子，仅此而已。这个 Panasonic Oil 呢，其实是北美数一数二的非常大的这个机油的制造商，总部在德克萨斯，应该还是不错的。在沃尔玛、在 Canadian Tire、在很多的店都有的销售，质量还是相当有保证。好，这个 Mazda 换机油呢，有点小窍门。当你第一次换这种机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怎么找不到那个 oil filter 和那个 oil plug 的位置？那是因为它这个下面呢加了一个塑料的 cover， 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那个机油的 filter 和 plug 所在的位置。这里呢有几个塑料的卡钉，那需要把它拆掉，把这个小 panel 把它取下来，这样呢才可以完成换油的工作。这个可以说是马自达换油比较 tricky 的地方，但是除此以外呢，跟其他的换油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要多拆几个螺钉，仅此而已。好，下面就可以加新的机油了。其实呢，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我做过一个类似的视频，给2014年的 Honda Pilot 换机油，其实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。如果大家需要参考那个视频的话，也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加机油呢，加多少呢？千万不要加太多。我记得这个 engine 呢是4.2升，每一次换是4.2升。那么
一开始呢，我准备加到4升，然后把它降下来以后，再检测一下，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再加一点。因为机油加的过多呢，是非常不好的。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避免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就先安装一下新的 oil filter， 然后把那个 oil plug 把它装回去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就把车子降下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再检查一下这个机油尺。在中间的位置 ，OK， 非常好。因为这个车的前半部分稍微高了一点，所以如果在 Perfect 的平面上的话，应该这个机油尺的高度还会显示会高一点，所以我不准备再加了。因为平时定期开的时候呢，每个星期或每2个星期可以检查一下，如果这个机油偏低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。好，下面还有最后一步工作，就是用这种大的 wrench 再把轮胎紧一下。这一步呢，经常会容易忘记，因为这个前轮的轮胎呢，你架起来的时候它是会动的，所以你不可能上的最紧。现在呢，就需要再紧一下。紧这个 nuts 的时候，注意呢，这一个手呢 hold 得住这个 nuts 的端头，防止它脱落。因为它接触的面积越大，这个 nuts 呢就越不容易变形。好了。好，这一期的马自达8000公里的保养，这个小视频就得给大家做到这里。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。如果您有任何的评论和建议，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下面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好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